各位观众、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派 TV。今天是纽约时间7月26号星期日。牛津大学的医学教授这个贝尔说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越南的新冠感染率呢如此之低。有一种解释也许说得通就是说越南民众对于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呢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其中一家致力于研究任何可能携带病毒的动物的学术机构叫做 ECU Health Alliance， 它的负责人彼得·达萨克告诉记者说这个在缅甸、老挝和这个越南的蝙蝠也有可能携带了类似与 SARS 相关的冠状病毒，其中有一些呢很可能就接近于 COVID-19。那么在2003年的 SARS 的疫情结束以后呢，科学家们他们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在冠状病毒的领域，在这个从16000只的蝙蝠身上取样呢，并发现到了上百种和 SARS 接近或者相关的冠状病毒。现在呢，已知在中国栖息的一些病毒，这个宿主呢，这个蝙蝠呢，它们好像有别于能够传染人的这个蝙蝠。但是过去科学家很少在东南亚国家他们取这个蝙蝠的样本，导致学术界呢对于他们的关注度呢比较低，了解呢也有限，所以呢现在考虑是不是要把调查的这个病毒的重点呢能不能转移到东南亚去。那么东南亚的野外市场、农场、交易者和猎人呢，对他们进行一些采样的分析。那么在问题是这个越南有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新冠病毒或者是其他已知接近的这个冠状病毒，是不是很可能是早已经潜伏在这个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的华南地区多年？现在呢，只需要确认一下中间的宿主即可。蝙蝠的栖息环境是恶劣的不论它们自身还是它们的这个粪便，都是各种冠状病毒繁衍的优越环境。那么这些病毒呢，有可能通过其他的野生动物及野味市场接触到人类，并且展开传播。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那么根据这个经验，那么人们呢往往就会认为越南它应该是成为新冠疫情的重灾区，尤其是越南和中国接壤。但是现在的结果呢是恰恰相反。越南的人口接近1亿人，但是目前为止呢只有300多例的这个确诊的病例，死亡的病例呢居然是0。更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呢，越南政府呢其实并没有采取十分严厉的封锁政策。但没有人能够理解和解释为什么越南的新冠感染率呢如此之低，究竟是什么原因？有一种解释也许说得通呢，就是说越南民众对于新冠病毒或者其他的冠状病毒已经有了一定的免疫力，所以疫情开始的时候呢，它并没有在越南造成任何的破坏。当它传播到中国的这个中部地区，那里的民众呢对此没有免疫，所以新冠病毒的威力就显现出来了。我们看了一下这个越南卫生部门它公布的最新的数据截止到7月23号的时候呢，越南呢累计确诊的新冠肺炎是412例，治愈的365例，依然保持着0死亡记录，而且也连续3个多月没有发现本土或者社区传播的病例。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罗斯福号在越南说被感染的可能性呢也是0。继续昨天的芬太尼我们知道芬太尼已经是个很变态的东西但是它上面更一个变态的东西叫做卡芬太尼，它的效果比芬太尼呢厉害10倍，是专门给大型动物来做这镇定剂的，比如大象什么的。如果正常人服用呢，几乎立刻就挂了。对于美国的毒品尤其是芬太尼启发了科学家，他们把这个卡芬太尼能够做成武器，也不复杂，搞成能飘在空中的粉尘，用电风扇吹到什么地方去。那么恐怖分子吸进去呢，当场就跟大象一样的被镇定住了。2002年的10月23号，
当时我们记得50多个车臣的恐怖分子呢，劫持了莫斯科的一个文化宫，他们劫持了800多人。俄罗斯的特种部队呢，他猛攻恐怖分子的时候呢，就释放了这个东西。恐怖分子吸到以后，马上就欢乐上了，那么连摁下炸药开关的劲儿都没了。不过这次行动呢，总共死了119人，其中115个人就是被芬太尼给搞死的。而且那次行动以后呢，车臣的恐怖分子呢与时俱进，他们每一次打劫都戴着防毒面具了，是防止政府再释放芬太尼。说到这里，大家明白了吧？芬太尼本身呢，它拥有强大的药劲儿，不但能够镇痛，还能使人欢乐。那么这么好的这个产品呢，很快就引发了热爱毒品的美国人民的热情追捧。只是说，如果控制不好摄入量呢，追着追着不小心就挂了。单在2017年，因为滥用芬太尼死了3万多人，比他们互相枪击死的人还多。那问题就来了，那美国人为什么那么愿意用这个东西呢？这其实啊是跟这个美国的医生有关。在美国，你做了手术或者背痛什么的啊，美国人的背经常痛啊。大家如果经常看这个，你看那个美剧啊，你看看周围的这个广告啊，你感觉到好像他们经常是有这个痛症啊。医生就愿意开这个阿片类的止痛药，牙医也总要开阿片类的止痛药。要知道，阿片类的止痛药在中国是当毒品一样的管控的，在美国呢，这些操作在中国呢根本是不可以想象的。当然了，这个中国对于消炎药的态度呢，美国也不能接受。问题是这个阿片类的止痛药，它药劲太大，成瘾性非常强，不少人本来没有药物成瘾这方面的问题，那么给医生经常开止痛药，通过止痛药体会到了毒品的爽，然后就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美国这些年来啊，它最新的研究表示穷、止痛药、吸毒属于一个闭环，而且这3样呢都无法自拔。这里就有一个问题啊，美国的医生有病吗？他为什么这么坑老百姓呢？平白无故的给老百姓开这个阿片类的止痛药呢？原因是很多的。之前美国国会呢还有一个听证会啊，我仔细看了一下听证会的这个细节啊，很可能这是制度问题。美国的医保体系呢，它比较奇葩，把这个阿片类的止痛药呢给放到保险里了，就可以随意报销。所以医生啊，他们忧心，他如果开这类药，那么开这个药呢，那么病人承担呢不多，所以呢就降低了病人的这个财务压力。那为什么只有美国这么搞呢？那么其他国家呢，为什么没有美国这么严重的情况呢？因为美国的药企啊，他们游说的能力很强，他们通过游说国会啊，给自己的药加戏。医生为了图方便省事儿，而且本着给病人省钱的原则，经常开止痛药，最后就可能把病人变成了瘾君子。这就是为什么美国的5%的人口，他们消耗了全世界80%的毒品，也不奇怪了。美国它采取的是一种延续这个自大英帝国的分权模式，一般议会里呢，各种势力的人在一起讨论，这样一个好处是防止集权，毛病就是某些利益集团的权势呢会越来越大。很好理解，比如说军火集团在海外打仗赚了钱，回来游说国会去打更多的仗，买更多的武器，他们赚更多的钱，并且通过这个投机大选给自己谋更多的利益。比如川普上台，背后本身就有军火集团，那不过呢，川普上台他不好好打仗，这是一个不爱打仗的总统，那还要撤兵，那么军火集团呢目前对他的意见非常大。医疗系统和保险系统也一样，通过在国会豢养的那个政客不断的给他们加力。一般来说啊，这种模式在扩张阶段特别好，利益集团呢会去分那些增量，并且有动力去进一步扩张，但是一旦扩张停止，就会打劫自己本国的老百姓了。说到这里啊，其实全世界的这个药企它都有一个冲动，就是把自己的药啊加入到医保里边。大家很可能纳闷了，说这不是挺好吗？那么其实这得分开说，因为有些这个药呢是巨贵无比，如果不纳入医保的话，基本上谁得了怪病呢，谁就破产。那么问题就是这些病呢本身就比较稀有，所以呢治疗起来呢比较贵。如果每个得了病的人都不惜代价来抢救，就可能是个无底洞。尤其是老年人，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尽头，总是一堆奇怪的病。如果
每个老年人都花个几百上千万，最后只延长了半年的寿命，那医保可能很快就见底了。那么其他那些本来不严重的病呢，也没办法治了。所以这个问题其实还比较复杂。那么各个国家现在的思路就是尽量的把常见的病纳入医保，那么奇怪的病呢，就由老百姓自己搞一个重疾险什么的，来防止几个人或把这个几百上千人的资源给占了，那也是一种社会的不公。可是芬太尼这东西怎么能和中国扯上关系呢？理论上讲，这个川普眼里的美国所有的问题呢，都和中国有关。而且就在这个川普他大选的时候呢，一再强调滥用芬太尼这个事情呢，川普不能不管。而且他认为美国的芬太尼主要是从中国来的。我们去查一下中国的这个中文的网上完完全全没有查到这个说法，到底从何而来为什么说是跟中国有关系呢？那么如果你在中国的这个国外的网上查一查呢，你会发现原来在2018年之前呢，中国对于制造芬太尼的原料叫做 NPP 和这个 4-ANPP 呢没有管制，这就是正常的这些玩意儿呢属于工业原料。在中国这样的一个工业国呢，管制这玩意儿确实是不大合适，但是制作芬太尼的工艺呢并不复杂。那么美国人呢，他有这个巨大的需求，于是中国的一些地下的作坊，他们生产了部分芬太尼，甚至我还看见了一些中国的工厂也这么做的那么通过邮政系统快递到美国，被美国的海关截获了几次。那么川普当然就不会放过任何时刻来黑中国的机会，对中国施压，说是中国把他们老百姓给带坏了，他亲自跟这个一尊讲过。于是中国在2018年呢，对这类的原料进行了严格的监管。那从这以后呢，中国流向美国的芬太尼呢已经非常少了。但是问题来了，那么中国这边结了出口源，那美国这边的芬太尼滥用好转了没有呢？还是没有。不但没好转，还稍微有一点恶化。因为美国的芬太尼呢，主要它都是医生是合法开给病人的。再说了，你退而一万步讲，美国挨着墨西哥，那么只要这个兄弟在美国人完全不用愁拿不到毒品，比如芬太尼之类的。我们都记得被跪杀的这个黑人也引起了美国的这个黑命贵运动的黑人弗洛伊德他死后的体内呢就被检测出除了致死量的芬太尼，还有海洛因，而且这人又有心血管疾病，所以美国鉴定部门认为他不是被警察给搞死的，而是警察的行为诱发了他自己体内的某些疾病。用美国人自己的话说，美国现在的毒品和止痛药泛滥，本质上就是制度性的吸毒。如果你想解决，就得从根本上来治理，比如说以人民的需求作为出发点，而不是药企资本家的利益。那么如果让他们做决定的话，他们最爱的就是高价药和成瘾性的药物。所以呢，今天我在这边说这个事情呢，其实呢，对于美国的这个情况呢，并没有一些这个讽刺或者耻笑的意思，而是说了解他们搞成这个样的原因呢，就可以避免那么在美国的华人，包括在中国人避免踩坑。那么很多的政策的本质都是共识，比如说美国的禁毒力度呢一度很差，因为在绝大部分美国人眼里呢，吸毒本身就是自由的一部分，哪怕别人吸毒吸死了，那叫关你屁事大家都这么想。那么禁毒的工作呢，开展了就很不容易了。那么中国强的最好的多了，因为中国号称有共识嘛，那可以举报人群广大的朝阳群众眼睛是非常亮的。通过这次疫情我们大家都看出来了，美国人最关心的其实还是中国，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老百姓。这是甩锅大战川普呢依然天天聊中国。这2天的疫情全球之最已经出现了变异款和2次感染，也就是免疫系统有了抗体还得病。川普最着急的却是关注中国在休斯敦的大使馆。以前前几周看着这个川普大概选不上了，结果今天出现了一些反转。那么川普的这个选情和拜登不相上下了，已经回来了。这就和他关中国的休斯敦的领事馆可能有某些联系。未来3个月，川普很可能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为了他的选情。那么基层老百姓呢，可能根本不当回事，反正呢已经死了10几万人嘛，又不是自己家的人，哪天轮到自己家了，其他人也不用担心，又不是他们家的事儿。至于呢资本家呢，就其实更漠视这个事情了。顶着疫情，我们看到这个美股全球最大的泡沫继续向上突破。
说白了啊，美国的资本市场已经跟美国老百姓彻底脱节了。那么你们死你们的，资本家赚资本家的。当然，大量的散户在家办公的人也拿出自己的钱，因为他们钱实在太多了。现在连中低收入的人都变成中产了。那么为了利益呢，那么你要再去买这个芬太尼啊，这个滥用这个药品呢，其实没多少人关心的。美国的这个医疗体系是一样的，本来有机会弄个好的体系出来啊。但是弄成这个大毒瘤，我不知道这个奥巴马这有没有这方面的责任呢？但川普呢一直想要推翻。如果医疗体系的目的呢不是为了人民，而是为了资本家的所谓的利益最大化，那就最后的结果就是啊美丽新世界。当然了，这是按照中国人的观点来看的。我们知道唐娟呢已经走出了这个旧金山的总领馆，让人唏嘘不已。他故意隐瞒信息，骗取签证来美国，号称来偷盗美国的科研技术。其实我不相信这一点，他不过就是到美国来进修的。美国的医学是世界第一的，当然美国的这个价格也是世界第一的。那就是说他其实很可能是来美国想游学一把，来镀金，为以后继续升官做准备。因为从照片上看，他可能已经是团级的干部。他的错误就是没有实话实说。不过这种小毛病在中国根本不是事儿，连随地吐痰都比他的行为严重。这就是一不小心呢，养成撒谎的习惯呢，就是社会风气如此。其实我们真的啊，包括 FBI 不能以这个圣人的标准来要求一个小女子，何况不了解美国的国情，也对于美国反中的当下的大环境完全不了解。本来他以为即使被发现，也就是被批评教育，至多开除啊，然后回国。总而言之，不过是中美交恶的倒霉鬼之一。但是他下面的所作所为呢，就是一个成年人不应该做的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军官，那么最后的结果呢，实际上是他咎由自取的。我认为啊，第一 ，FBI 找你谈话，绝对不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一定是掌握了确凿的证据。那么应该意识到 FBI 不是街委会，也不是派出所。派出所警官找你问话，没有必要撒谎，也没有必要惊慌。国安部找你，你也一定不要惊慌，反正惊慌也没用，因为 FBI 呢，在美国呢，就相当于中国的国安部。在这种情况下，上策是什么呢？是在你找到律师之前呢，不能说任何话，任何话都要当着律师面说，尤其是自己的英语不是母语的时候。中策呢，实话实说，就讲自己对医学研究痴迷，那美国的医学研究又是世界最好的，那美国人爱听啊，做梦都想来，十分担心，因为自己的军人身份来不了，所以才隐藏了这段经历，但绝对不是来当间谍的。我的感觉啊，结果至多就可能被勒令回中国。那么如果律师好，真的不觉得会被判刑，所谓的坦白从宽。但是不幸的是，他的智商不够高，他选了下策，承认自己隐瞒事实。当时 FBI 并没有逮捕他，这个时候呢还是中策的阶段啊，赶紧找律师来得及。可是他撒腿就往祖国的怀抱跑，一头扎进了无底的陷阱。我们知道出车祸未必是你的错，即使是你的错也未必是犯罪，即使喝酒开车，只要没有伤人，至少第一次不会进监狱。但你要是逃离现场，车祸是不是你的错，现在都是犯罪。唐娟就是来了一个逃离现场，也不知道这个中国人民解放军是怎么教育的。你要是跑到你的三姨夫的老二家，可能就是被抓，也可以解释是我吓坏了，想找个朋友给自己一些建议。但是他往领事馆一跑，不是间谍，这回也成了间谍了。这叫做黄泥巴掉裤裆里了。人家王立军是往美国的领事馆跑，是为了保命啊！你往中国的领事馆跑，那不是在找死吗？那么现在说到这个主题，为什么美国人民他爱美国呢？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呢罩着美国人。最近你看的例子啊，跟中国那个发生这个例子发生之前呢，那么有这个美国公民在英国撞死人的事情，那美国人也死死把着美国公民不给他引渡回这英国。那么如果比如说没有什么杀人放火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啊，只是超市偷东西，那么起诉他呢其实是有毛病的。唐娟有没有被美国司法
机关起诉呢？而且签证欺诈在中国的法律呢，也不过就是拘留或者是缓刑。那么中国领事馆应该坚持保护自己的公民，替他找律师。如果中国政府这么做呢，我真的很佩服。那么真的就是，虽然他是混蛋，但是他是我们的混蛋。你要是想抓他，从我的尸体上跨过去。可是很不幸的是啊，为了保住旧金山领事馆不被关掉，唐娟信任的政府出卖了他，乖乖的把他交出去了。那么会让所有的人，包括最近听说呀，又要紧急的要包机啊，中国政府包机啊，现在向各个地各个州发出信息啊，很可能在暗示类似的情况的隐瞒信息的啊，不管你是不是间谍的话，大家一包堆包机准备一起撤回中国。但是很可能现在已经晚了，你在机场出境之前，每一个人的信息，包括连你的生日，连你的汉语拼音的拼法，都一个个要查得仔细。那么未来啊，中美的关系啊，看着像是血雨腥风。那么我还希望，在美国的中国人呢，还是低调一点，好自为之吧。派 TV，欢迎订阅，我们明天见。